2025年6月5日，花旗集团宣布精简位于上海和大连的全球技术解决中心，裁员约3500名技术人员，同时影响约500名第三方人员。被裁员工在2025年6月25日前签署协商解除协议，公司将支付 N+6 作为离职补偿金，也就是每工作1年额外多拿6个月薪水。这样的赔偿力度堪称豪横。自新冠疫情结束后，由于全球地缘政治、供应链重构等原因，大批外企撤离中国，最著名的应当是贝莱德了。就连在上海买的写字楼都断供放弃了。2017年，贝莱德以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从保德信金融手中收购上海普陀区北岸长丰、逸动和季动写字楼，单价约 4.3万元每平方米。贝莱德支付 35% 首付约 4.2亿元，剩余 65% 约 7.8亿元通过渣打银行贷款完成。然而受中国股票和金融市场低迷影响，贝莱德在华业务亏损严重。当2023年贷款到期时，贝莱德尝试以7折价格约 8.4亿元出售物业，但无人接盘。贷款展期1年后，2024年再次到期，贝莱德果断选择主动违约，放弃物业，损失首付约 4.2亿元。贝莱德断供事件被视为外资撤离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担忧。2025年贝莱德投资展望指出，地缘政治分化正在重塑全球资本流动，投资者倾向于更安全的发达市场或新兴市场，如印度。造孽！外企的撤离和丰厚的赔偿，让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金陵打工族们手上顿时有了很多的钱。据估算，2023至2025年外企裁员涉及的赔偿金总额可能达数十亿元。享受了外企的黄金时代，手握大笔现金，不愿继续在格子间浪费人生。随着沪上阿姨、蜜雪冰城等新茶饮排队 IPO 狂欢，他们决定下场创业开店，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无情的现实狠狠地给他们上了一课。奶茶店、咖啡馆、小酒馆堪称中产返贫新3件套。这也是继民宿、露营、剧本杀后成为年轻人开店的倒闭3件套。拿到大笔赔偿金的韩云开了一家音乐为主题的小酒馆，就在他原来上班的1线城市写字楼周边。但半年多来，他的小酒馆每天营业额仅有1800元到2000元左右。算上租金、人力等日均成本，酒馆每天的盈亏平衡点大约是3000元。韩云告诉朋友，自己的小酒馆一直在亏。坚持了半年后，小酒馆终于关门了。小酒馆的市场体量或许还算不上庞大，奶茶店、咖啡馆2大热门赛道更是承包了一批又一批开店破产的年轻人。如果留意二手交易平台，会发现最近几年里二手咖啡机交易火热。而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小酒馆、咖啡店、奶茶店倒闭帖比比皆是。其中奶茶店、小酒馆倒闭的相关内容过万，咖啡店倒闭闲置处理有超过50万篇笔记。这些倒闭的门店背后是日益饱和的限制饮品市场。即便在深圳靠近城中村的地铁口这样人流量较大且目标消费群体聚集的地段，扣除房租、水电、设备、员工工资、店铺转让费等一系列所需成本，保守估算回本大致需要1.8至3年。这样的街道并不少见。不论在1线城市的街头小巷，还是更为下沉的县城乡镇，不难看到一条街上挤满奶茶、咖啡等连锁品牌。但这样的街上，不少店铺往往在半年左右就已经改名换面。理想很丰满，现实更骨感。似乎手里有了闲钱的人，都梦想着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开店的人潮来了又散，徒留唏嘘。投入几十万，诗和远方都打了水漂。小丹是95后的成都人，
当初拿到裁员补偿金后，和男朋友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回家乡开咖啡店。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开店的压力竟然这么大。每天睁眼就是 KPI， 不如给老板打工，落个又省心又轻松。开店创业被很多人视为实现工作自主权的一种途径，也是逃离996、认真投入生活的象征。这与早年间流行到丽江、大理开民宿异曲同工。生活是旷野，这样的理念吸引着一批来自大城市的年轻群体，但现实并不像想象中一样轻松。尽管他们来自更复杂的行业，曾经做过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大项目，但走到一条并不熟悉的赛道上，仍然会被眼前诸如原材料配送、门店装修以及同行冲击弄得焦头烂额。最终压倒理想生活的，或许只是区区几千块钱的房租。相比起来，加盟似乎是一条相对稳妥的道路。一位蜜雪冰城加盟者说，眼见自己的发小2年前刚加盟一家茶饮品牌，一转眼不仅买了房，还一口气全款提了车。类似的故事不断刺激着手头有些余钱、不具备新兴行业技术，但希望做点事的年轻人。这是目前门槛最低的创业方式之一。喝什么是中国人永远的命题。过去一段时间里，奶茶、咖啡、小酒馆的飞速扩张创造了最大的加盟风口。从早年间小酒馆第一股，到几年前咖啡混战，不少品牌扩张，在市场上形成了行业火热的共识，反之又创造了更多的行业需求。最近蜜雪冰城、霸王茶姬等新茶饮品牌的成功上市，把这波造富效应推向高潮。蜜雪冰城引爆港股，如今总市值已冲破2000亿港元。这些茶饮品牌无一例外都是在短时间内借助融资迅速扩充门店，而这些万店神话背后是千万个加盟商的支撑。以规模最大的蜜雪冰城为例，4.6万家门店就有90%由加盟商运营。然而风口之下，关店潮和亏损也同样到来。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预计，2025年我国新茶饮市场规模增速将从2023年的44.3%放缓至2025年的12.4%。一位从业者总结说，开一家限制饮品店看似是这个时代门槛最低的创业项目，但里面的坑也最多。从花旗的裁员到贝莱德的断供，再到金领们拿着赔偿金追逐奶茶店、咖啡馆的创业梦，外企撤离中国不仅改变了经济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轨迹。那些倒闭的奶茶店和小酒馆背后，是金领们对自由和梦想的勇敢尝试。未来，这些手握资金和经验的金领们会走向哪里？是继续创业，还是另辟蹊径，寻找新的赛道？或许真正的诗和远方不在于开一家店，而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下期再见。哇咪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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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溜彪不溜彪，空龙扛啷扛啷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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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龙扛啷。